是我一个人的错觉，还是这个月过得格外的慢？是我一个人的错觉。这个月我非常开心的播报，我读的所有的书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有让我读完很开心的书，有让我读完很受鼓舞的书，还有让我读完觉得爱咋咋地的书。我有2本5颗星，3本4颗星，1点3.5颗星。高质量的月子有没有？我总说月子，我没有想怀孕，不要再催生了。OK， 我们来讲。第一本书是柴静的《看见》，我给了这本书4.5颗星。那这本书呢，记录了10年间社会重大的公共事件，包括非典啊、汶川地震啊、北京奥运啊，以柴静第一视角来讲述她当时的经历和见解。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敲醒了我无知麻木的脑壳。要是不怕骂，说大实话的话，还有我以前有很多时事，我知道他们的存在，但又觉得与我无关。但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身为这个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上发生的任何事情，它其实都是与我有关，我都应该关注。那它每一章呢，都是一个独立的社会时事，所以你每天看一章，很快就会看完。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出彩的人物，我必须要提一下，就是央视著名的电视人陈萌，他的这个毒舌程度很像我当年的语文老师，句句扎心。他有一次审片的时候就骂说，你是机器人吗？然后等好不容易改完了，哆哆嗦嗦的再给他看，他很温和的说，你这回不是机器人了，你连人都不是了，你就是个机器。还有很多类似的他的这个言论，我觉得虽然毒舌，但是在柴静的这个事业成长期，陈萌是功不可没。那我看对这本书的评论呢，有很多读者说不喜欢，因为觉得柴静太矫情。我看完的感受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也是一个坚强的人。你就想象一下，以第一视角去经历社会上这么多的苦难，并且要以专业的角度去记录它，这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素质的。总体来说，我还是非常喜欢这本书的，给我的感慨和感触非常的深，4.5颗星，非常推荐。下面一本是我上个月跟大家说，这个月跟我一起来读的《雨季不再来》，大家看了没有？作何感受？给点时间，一句话读后感。我给了这本书4.5颗星。我是有一点点意外的，因为我读的第一本作品是三毛的《撒哈拉故事》，我相信很多小可爱也是这样。然后我又读了《亲爱的三毛》，但是这些作品都是三毛在成熟沉淀以后差不多写下来的。那这本书呢，是三毛还是二毛的时候，他的内心世界，大概是17岁到22岁左右这样。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意识到我的英雄三毛，他在向这个世界出发之前，原来也是一个敏感脆弱、心中满是感伤和矛盾的一个孩子。他不是一出生就是撒哈拉里面那个勇敢、真性情、热爱生活、热爱世界的三毛，他的心中也有很大的痛苦，很浓重的一种忧郁的气质。你看他的作品，你很容易会发现他其实心里是非常纠结和矛盾的，因为他一会儿说我其实是知道自己美的，然后一会儿又说自己我虽然丑陋，但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对不对？我想补充一点，我看到三毛说他小时候特别爱读书，然后有一句说，作为12岁的一个中国人还没有读过《水浒传》，真是惭愧。我突然想到，我12岁的时候，我知道《水浒传》，我很有可能还以为水浒是会游泳的老虎。我就是想补充一下这一点，凸显出自己的愚昧无知。就这样。但我还是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喜欢一个人，你要了解他的全部。我很开心能了解到三毛之前的精神世界是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人的出现，才让三毛变成了后来的三毛。所以和我一样把三毛当偶像的孩子们，你们要知道，你的内心有孤独有痛苦，是正常的事情。重点是你愿不愿意像三毛一样，主动的去成长。少了那0.5是因为我更喜欢成熟以后的三毛，但是人生的不同阶段是有不同的状态的，我还是爱他。还是爱他。下一本《火星救援》The Martian， 我给他4.5颗星，非常喜欢。我很久之前呢看过这个电影，还是我的男神马特·达蒙演的，男神之一，都排队去。这个故事讲的是美国有6个航天员进行一场去火星的任务，其中的一位航天员，我们的男主人公 Mars， 在火星上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出了一点意外，小伙伴们都以为他已经死翘翘了，结果回到船上走了。结果 surprise 他没有死，于是他被一个人留在了火星上，要想办法活下去，直到有人来救他。哎呀，这个书看完就让我觉得非常的受到鼓舞，因为我们男主人公是一个非常聪明、坚强、乐观、永不放弃的这样一个男主人公，非常讨人喜欢，性格也很可爱。我估计要是我的话，我在第3天就会活活哭到脱水而去世。但是他不断的受挫，不断的坚持和想办法，这种精神我真的太佩服了。而且主人公的性格特别的可爱，就有一点点进展，火星上也没别人看着他，就像耶。还有地球上大家刚刚得知他还活着的时候，本来气氛挺严肃，
说啊，他一个人被困在一个星球上，还以为没人知道他幸存了下来。我难以想象他的心情，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些什么。而此时此刻，我们的男主人公在火星上写日记。海王是怎么做到控制鲸鱼的？鲸鱼是哺乳动物。总之，这本书它又很好笑，又很让你受到鼓舞，就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它可能会很费时费力，也可能需要你冒很大的风险，但办法，努力想，努力研究，总是会有的。少了那0.5颗星，是因为中间它要解决各种问题，有一些涉及物理和数学的具体解决的过程，让我有那么一丢丢无聊，只有一丢丢。我一般都是睡前看这些片段。总之非常精彩，我还是挺喜欢。下一本是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也是很有名的一本书吧。我给了这本书3.5颗星。同志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放弃哲学的作品。I failed so many times。看完之后，我赶紧去查了一下，说这本书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我又去查存在主义是什么，就是说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我看完的感受是荒诞是实锤，它确实荒诞。但是啊，可能我是个凡夫俗子啊。我是觉得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是围绕着人的存在和思想逐渐形成演化的。虽然和我们的个人价值观等等会产生碰撞和矛盾，但每一个人又不能完全脱离于这个集体而单独的存在。所以每一个人既是局外人，是不是又是局内人呢？欢迎你们看懂的随便来教育我。我觉得我看不懂哲学的原因就是俗，但这会阻止我继续研究哲学文学作品吗？绝对有可能。太年轻的承诺不能随便说。总之，我很期待看懂的小可爱来 ，Feel free to educate me, please。下一本书是 Stephen Hawking 霍金的10问 ，Brief Answers to the Big Questions。这本书我给了5颗星，超喜欢。我先说我没看过他的《时间简史》，因为我看有些书评说这里面很多部分都在《时间简史》里面概括了。这本书不长，所以我想我先读一读这本书。一开始我是很怕劝退的，因为毕竟我是一个物理考过19分的高手。但是很意外的，霍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而且大部分的解释是从科学、物理啊等等的角度，但语言还是比较简单易懂的。那这本书里面呢，他回答了10个问题。这10个问题我一看这目录，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上帝？时空旅行到底可不可能？黑洞里面到底有啥？人工智能将来会比我们更聪明吗？你看这些问题，我看完我这快告诉我。其中里面呢有1-2个问题左右，它可能学术性会更强一点，我看着有一点吃力。但是我一边看一边查，也挺有乐趣的。最关键的是，我看完这本书，我心情就是豁然开朗的感觉。你就突然觉得你是如此的 small， 你每天在烦躁的那些事儿也全都是鸡毛，真的觉得一切都小的好好笑，so cute。我的生命说到底拿到宇宙里面，其实一个屁的功夫就没了，所以让我决定抓紧时间关注让我开心的事。所以强烈建议那些跟我一样把自己和自己的烦恼特别当回事的小可爱看一下，看完你就会觉得nothing's important。最后一本书我给了5颗星这个是一个小可爱推荐给我的，我一看他给我发的，我马上就下单了。这本书比较特别，是一本像漫画一样的 Happiness is 500 things to be happy about， 这里面有500件日常会给你带来小快乐的事情。这里面这个画风我特别喜欢，就是这种特别简笔的简笔画风I love it so much。 你看里面有的事情是拥有奇怪的朋友，我在这儿顶着仙人掌的那个，逗一个小婴儿笑，烤箱里新鲜出炉的巧克力饼干，给你自己买一束花。非常感谢给我推荐这本书的小可爱。我决定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随机翻页，然后去做那件事情。我刚刚翻到的这个是攀岩，我先考虑一下。总之呢，这个月读的书都让我觉得有所收获。我也想重点的感谢一下一直以来在给我推荐书的小可爱，我尽最大的努力每一条都看到，只要看到的我都会说谢谢你，然后截图收下来，争取把大家推荐的书都看了。那下个月我一定会读的书是这一本日本的，我还没读啊。我好像猜看这个意思是科幻悬疑，叫《克莱因湖》，应该有很多小可爱听说过。希望大家这个月来跟我一起读这本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打死也不读书的小可爱，还特别坚持的看我书单视频，觉得贼省事儿是吧？行吧，你们以后有哪些懒得来看的书，又想知道讲啥的，给我替你们看。只要你们继续关注我的读书视频 ，Thank you。Okay, I love you guys, and I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 To me, bye.